这只母鸡占着鸡窝不下蛋，却孵化出了一窝兔崽子。这些圆嘟嘟的小兔子十分可爱，像一堆趴在地上的糯米团子，看起来它们出生还没多久，连眼睛还没睁开。不过话说，一只母鸡怎么给兔子当起了后妈呢？主人对此表示很无奈，因为母鸡自从有了小兔子后，它就再也不下蛋了，整天趴在鸡窝里守着小兔子们。而此时的兔妈妈正在外面潇洒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位母亲，好像这些兔子不是她生的一样。这时的兔爸爸也赶了回来，可他也没去管孩子，反而跑去找老婆一块秀起了恩爱。为了让他们照顾兔宝宝，主人也是操碎了心，他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母兔抓住，想让她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。可这家伙就像没看见自己的宝宝一样，直接把孩子扔给母鸡，转头又跑了出去。就是可怜了带娃的母鸡，自己有蛋下不了，还得帮别人苦哈哈带娃。一直到晚上，夫妻两个总算是赶了回来。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，而是小兔子已经一天没吃饭了。母鸡作为代理妈妈，无法为兔宝宝提供奶水，因此需要兔妈妈来给它们喂奶。小兔子们嗅到了奶水的味道，一个个争先恐后的上前抢奶喝。还没等它们喝上几口，烦躁的兔妈妈又转身离开了。看着嘤嘤啼哭的兔宝宝，母鸡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看得出母兔虽然有些母爱，但不多。第二天，主人请来了宠物专家，想问问对方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。一直不下蛋总不是个事儿啊。不过专家在了解完情况后，却建议主人不要过多插手它们之间的问题，因为动物之间也会存在跨越种族的友谊。或许母鸡和兔子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，毕竟它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几年，可能想一起抚养小兔子长大。难不成母鸡是埋怨主人总偷它的蛋，不让自己生宝宝，所以用这种方式来报复主人吗？猴哥趁着主人不在，从游客手里抢过来一只魔鬼椒。没读过书的猴子以为这是青苹果，可没想到一口下去，直接让猴哥蒙圈了。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阵酸爽直冲猴哥的天灵盖。第一次尝到辣椒的猴子也搞不清这是什么情况，只觉得浑身上下一阵燥热，仿佛有蚂蚁在爬一样。强烈的瘙痒让猴哥不断的抓耳挠腮，可他怎么都不会想到这一切的根源是手中的苹果导致。虽然苹果的味道不对劲儿，但不信邪的猴哥还是决定再来一口试试。刚准备下嘴，那种上头的感觉再次席卷而来。此时的猴哥就像被火烧了一样，他始终没弄明白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。可此刻他除了来回抓痒，也没有更好的办法缓解这种症状。即便是这样，倔强的猴哥还是紧握住辣椒不肯松手。很快他就顺利将辣椒涂满了全身，火辣辣的感觉把猴哥憋得满脸通红。面红耳赤的猴子硬是被一颗辣椒整成了表情包。此时他感觉陷入了一个无尽的循环，越抓越痒，越痒越抓。这时主人赶了回来，看见自家猴子抓耳挠腮的模样，主人也是忍不住笑了出来。不过玩笑归玩笑，主人回家的第一时间就是带猴哥来洗澡。看见沐浴露的猴子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随后主人将水龙头打开，机灵的猴哥马上用清水开始揉搓着小手。话说这洗手的模样和人类也太像了吧。洗完手之后，猴哥很自觉地坐进了浴池，开始给自己搓澡。这熟练的程度一看就和老师傅学了很久，洗澡的动作简直和人类一样。而主人则是在一旁当起了指导老师。可洗着洗着，猴哥突然停了下来，然后一脸无奈地看着主人。男主抬起猴哥的下巴，询问他怎么停下了，难道是水温不够吗？见对方默不作声，于是主人只好亲自帮他洗澡。原来这只卷尾猴叫奥斯卡，它是主人几年前从野外捡回来的。由于从小被人类养大，奥斯卡已经把男主当成了爸爸，主人几乎每天晚上都会给他洗澡，而奥斯卡也是非常配合，任由主人帮他搓洗后背。在男主的帮助下，奥斯卡终于洗掉了身上的辣椒。担心主人没洗干净，奥斯卡又给自己全身上下搓了一遍。清洗完毕后，他会主动跳到毛巾旁，然后让主人帮他擦干身体。为了奖励奥斯卡，于是主人为他准备了一根香蕉，这是他最喜欢的食物之一。去掉香蕉皮后，奥斯卡大口的吃起来，他发誓以后再也不吃青苹果了。随后男主带他出来买咖啡，这时懂事的奥斯卡会主动上前和店员打招呼，只要是男主喜欢吃的，他总要上前品尝一下。不过乱吃东西也不是一件好事，希望他下次不要乱抢别人的东西了。你敢相信眼前这只猫是被哈士奇养大的吗？由于长时间和二哈生活在一起，他已经忘了自己是一只猫。猫咪完美继承了狗的所有特征，它们在一起同吃狗粮，甚至连叫声都和二哈一样。虽然听起来有些好笑，但这却是发生在国外一个真实的故事。这只小猫名为罗西，它是二哈在登山时捡回来的。当时被叼回来的小猫奄奄一息，主人发现自从有了这只小猫后，家里的二哈一改往日的调皮，他整天守在猫咪身边，将它当成自己的宝宝一样照顾。主人没想到一贯喜欢拆家的二哈居然也有如此温柔的一面，他会细心地帮小罗西清理卫生，任由小家伙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。在二哈的悉心照料下，这只小猫身体状况逐渐有了好转，他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主人也会定期带小罗西去医院检查，而二哈则在一旁表现得很焦虑。等小罗西打完疫苗后，他立马凑上去安慰对方。在长时间的相处下，这
这只二哈早已将小罗西当成了自己的孩子，而对于猫咪来说，它对哈士奇也很依赖。它们总是形影不离地走在一起。与正常的猫咪相比，罗西的胆子更大，它丝毫不惧怕陌生人，并且很多生活习性也都和哈士奇如出一辙。于是主人想来想去，觉得既然猫咪已经融入了狗狗的生活圈子，那就干脆把它当狗狗来养。即便是为它带上牵引绳，罗西也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。一般来说，猫咪都是比较怕水的，可在哈士奇的带领下，小罗西居然也学会了游泳，这让主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相比于家里的狗狗，小罗西的游泳技能掌握的要更好，仿佛是它与生俱来的本领。除了喜欢游泳，小罗西还喜欢和主人一起外出旅行，几乎每隔一段时间，主人就会带着他们一起登山。也正是因为这个爱好，小罗西才会被二哈所发现。对于外面的世界，他同样充满着好奇。不过相比于二哈的顽皮，罗西却显得稳重了许多。他总是跟在主人身边，不会像二哈一样到处乱跑。春去冬来，转眼间小罗西也慢慢长大了。但不管走到哪里，他的身边总是跟着几只哈士奇保镖，时刻将小罗西保护着。不久后，罗西也有了自己的宝宝。可让主人头疼的是，罗西却不知道怎么带娃。这时家里的哈士奇就派上了用场。看见这群小奶猫后，二哈顿时变得母爱泛滥。他像当初照顾小罗西那样呵护着小猫，而罗西则是当起了甩手掌柜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主人带着罗西和哈士奇去了很多地方，他们一起看过山顶的风景，一起领略过海上的风光。在罗西8岁的时候，主人还为他们办了一场生日宴会，祝福他们的友谊天长地久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如今他们已经步入了老年。虽然主人平时也会带他们一起外出，但以往的活力却在逐年递减。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彼此的陪伴。罗西很少与同类打交道，他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和二哈混在一起。跨越种族的爱给了罗西精彩而又幸福的一生。原来爱才是幸福的源泉。眼前的狗妈妈全副武装，肚子上安了许多个奶嘴，这是害怕有人偷奶喝吗？主人告诉我们，这是为了保护狗狗的安全。狗妈妈名叫奥斯卡，别看她满脸的皱纹，其实她现在才2岁不到。奥斯卡突然紧张起来，原来是5只讨债的来了。就在2个月前，奥斯卡生下5只小奶狗。别看小奶狗的年纪小，但它们的皱纹比妈妈还要深，一副少年老成的模样。而且小狗们还特别的皮，不是翻东西就是在翻东西的路上。生下宝宝后，奥斯卡就特别辛苦，5只狗仔整天追着它要奶喝，所以奥斯卡的压力非常大，身体都快被孩子们掏空了。不过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随着孩子们越长越大，他们吃奶的动作也越来越暴力，哪怕主人赶过来想要阻止，都拉不开这群贪婪的小宝宝。有时候奶水不够吃，他们甚至会咬妈妈的尾巴。主人实在看不下去了，这才把奥斯卡给解围出来。可孩子们并没打算放弃，马上又围了上来。主人说奥斯卡身上都是伤，这全是小狗锋利的牙齿造成的。作为妈妈，奥斯卡想给孩子喂奶，但每次都会被小狗咬伤，气得他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了。可总不能饿着小奶狗啊！一盆狗粮用不了2分钟就被5只恶魔给瓜分掉了。为了帮奥斯卡减轻压力，主人在他喂奶的地方抹上柠檬，但很快就被现实打脸了。小狗们不但没有被酸到，反而吃得更加起劲了。这难道是添加了柠檬味的酸奶吗？小狗们对这味道爱不释手。主人被这一幕整懵了，小奶狗不但不嫌弃，似乎还爱上了这个味道。眼看着奥斯卡越来越消瘦，于是狗妈妈只好开始躲着它们。可小奶狗哪里肯放弃，嘴里骂骂咧咧的找妈妈要奶喝，有的甚至还凑上去咬妈妈，似乎在质疑为什么不下来喂奶。这可把奥斯卡愁坏了，难怪2岁大的他长了张80岁的脸。兽医告诉主人，必须帮小狗们断奶了，如果再让它们这样吸食下去，奥斯卡很快就会被它们吸干。再加上小奶狗如此暴力的吸食，这样下去会损害奥斯卡的健康。如果一直吸食母乳，更不利于小奶狗的成长。于是主人把奥斯卡带走，然后把小狗们暂时隔离开来。这可把小奶狗们急疯了，心里想的全是心心念念的柠檬酸奶。当狗妈妈再回到家里时，她的肚子上加装了很多奶嘴。女主说这样可以保护奥斯卡，还能让小奶狗们磨牙。孩子们迫不及待地凑了上去，就是这独特的造型把他们整懵了，撕咬了半天也没喝到一口奶水。果然兽医的方法很奏效，小奶狗站在妈妈周围一脸的落寞，似乎还在怀念柠檬酸奶的味道。最后小奶狗终于断奶成功，就是不知道奥斯卡的皱纹会不会减少几分呢？这只乌鸦简直太可恶了，它趁红隼妈妈不在，偷偷溜进了人家的鸟巢。机智的乌鸦将鸟蛋敲碎，然后美美的饱餐了一顿。突然乌鸦察觉到了什么，它转身便飞离了这里。等到红隼妈妈回来后，才发现自己被偷家了。看着破碎的鸟蛋，红隼妈妈很是伤心。由于乌鸦反复来窃取鸟蛋，巢穴里的鸟蛋已经所剩无几。残酷的现实不得不让她放弃这次孵化。有了上次惨痛的经历后，这次红隼夫妻显得格外谨慎。很快，红隼爸爸就找到了一所新房，仔细打量后，他对这里的环境十分满意。
于是他带着妻子赶来参观，收到喜讯的妻子也马上跟了过来。可等他进去参观时，意外却发生了，里面居然住了一只猴面鹰，这可把他们吓了一跳。没办法，红隼夫妻只好另外寻找新家。为了帮妻子找个适合生产的巢穴，红隼爸爸每天都在忙着找树洞，好不容易找到个合适的，没想到里面已经有了户主。不过好在最后他终于找到一个心仪的产房，这里温暖舒适，空间也很大。担心自己的房子被抢走，于是红隼爸爸坚守在洞口的位置。妻子在经过参观后也表示非常满意，两夫妻一拍即合，决定就在这里育儿了。在生产之前，红隼爸爸会把房间里打扫干净，让妻子有个舒适的育儿环境。接下来夫妻两个开始明确的分工。一般来说，雄性红隼负责外出狩猎，而雌性红隼则负责在家里育儿。每天红隼妈妈都守在家里，等待丈夫带回来食物。这天晚上，一只猴面鹰突然找上门，眼看自己不是对手，红隼妈妈立刻逃走了。好在对方并没有过多停留，夫妻俩这才保住了刚刚找到的新家。现在红隼妈妈已经到了生产的关键时刻，因此外出狩猎的工作就交给了丈夫。可这回丈夫却叼回来一只蚯蚓，红隼妈妈看见后非常不满意，对着丈夫开始骂骂咧咧。显然这点食物还不够塞牙缝的，于是丈夫只好再次出去寻找新的食物。不久后，红隼爸爸带回来一只老鼠，红隼妈妈表示很满意，直接从丈夫手中接过了食物。育儿的过程，两夫妻都很辛苦，不过为了即将出生的宝宝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几天后的一个夜里，红隼妈妈终于产下了第一枚蛋。第二天丈夫回来时，他看见窝里的蛋非常开心。有时候妻子外出，他也会偶尔帮忙孵蛋，不过这仅仅是孕育的开端。雌性红隼一次可以生下5颗以上的鸟蛋，所以接下来他们的压力还很重。除了要防止其他鸟类偷家，他们还要一边孵化一边狩猎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很快红隼妈妈就产下了第3枚蛋。当雌性外出后，雄性红隼就会交替它来孵化，确保鸟蛋表面处于恒温状态。几天后，红隼妈妈已经完成了生产。数了数，一共有5枚鸟蛋。有时候丈夫没有带回来食物，红隼妈妈也会有所埋怨，像极了因为柴米油盐而争吵的小两口。尽管他们有时感情上会有矛盾，但与人类不同的是，红隼是一夫一妻制的鸟类，一旦选定就会终身不离不弃，所以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分开。虽然红隼是一种小型猛禽，可它们还是会经常遭到其他鸟类的偷袭。这天晚上，一只猫头鹰打算冲进来抢窝，红隼妈妈发现情况，立刻奋不顾身地冲了上去，哪怕打不过对方，她也要拼尽全力保护自己的孩子。在母爱力量的加持下，最终红隼妈妈成功赶走了入侵者。见对方走远后，她连忙检查自己的宝宝。经过红隼妈妈半月的孵化下，第一只幼鸟总算破壳而出。这只幼鸟显然比其他兄弟姐妹出生早了几天，看见孩子顺利出生，红隼妈妈别提有多开心了。不久后，5只幼鸟全部孵化了出来，上次的悲剧并没有重新上演。话说生个娃也太不容易了，最后希望小红隼们能顺利长大。